Hello，大家好，我是 KK，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在你们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呢，应该已经快要放年假了，所以我想要在年假之前呢，赶快上一支 Netflix 影集推荐，让你们在年假的时候呢有剧可以追。那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跟你们介绍一个我最近还蛮喜欢的饰品品牌 Ana Luisa。我在之前的影片有稍微介绍过。那我之前有聊过，说我其实在选择饰品上呢，我可能会选择一些质感比较好的，毕竟就是质感比较好的饰品就可以戴比较久。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流氓的影片，做过一个穿戴饰品的心理测验，就是如果只能选一个饰品的话呢，你会戴什么？那我自己是耳环人，就是如果只能选一样饰品戴的话，我一定会戴耳环。那如果我今天出门不戴耳环的话呢，我就会觉得超级不自在。那所以在耳环的选择上面呢，我就会希望我有很多样不同的耳环。那我觉得 Ana Luisa 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品牌，因为它比较平价，然后你可以找到很多不同样式的耳环。那他们这次送我的呢是这款我非常喜欢的Curson 的耳环。我之前有的是金色，那他们这次送我是银色。我觉得银色有时候你穿黑色的衣服的时候戴呢，会有一种比较高冷，然后很欧美的感觉，我自己还蛮喜欢的。那如果你们对 Ana Luisa 饰品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下面资讯栏找到我的折扣码。那今天这支影片非常特别，我想要办一个抽奖活动，就是抽这一款我最喜欢的金色的 Curson 耳环。所以，如果你很想要抽到这个耳环的话呢，我等一下会在影片结束的时候公布抽奖的办法。第一部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一部电影，叫做《The Post-Truth World》，这是一部台湾的电影，我自己还蛮意外的，叫《最后真相》，是张孝全演的。然后我那时候看到预告的时候，觉得好像还蛮精彩的，我就决定来看了。那我看完之后呢，我自己也还蛮喜欢这部片的。那主角呢就是张孝全演的，他是演一个记者、主播之类的，就是媒体人。那故事的主轴呢，就是围绕在一个7年前发生的谋杀案。谋杀案的嫌疑犯呢是一个棒球的新秀，就本来已经要被签去美国大联盟，那后来他就被指控他杀了他女朋友。那整个故事就是围绕在张孝全的这个主角，他是怎么样去揭开这个谋杀案真正背后的故事。我其实当时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我真的是不期不待。就像我之前讲，我其实对台湾的电影啊、影集我都算蛮失望的，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抱持着很大的期待。那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好看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本来期望没有很高，然后最后觉得还蛮好看的，你就会给这部剧比较高的分数。那我会给这部剧8分。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值得反思的电影。就是你看完之后呢，你不会觉得就这样结束了，你可能会去想说原来媒体报道的有时候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刚好在我今天要介绍的影集跟电影里面都非常的贴切，就是好像都是在围绕这件事情，或是我刚好可能最近有比较深的体悟吧。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你眼前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样子。那另外一个我还蛮喜欢的点呢，就是它还蛮紧凑的，剧情很紧凑，完全不拖戏，应该就是2个小时就结束了。那可能也是因为是电影的关系，所以我才会想说，那我来看看。如果它是一个影集的话，我不一定会马上拿起来追。那还有一个点就是，我觉得 Netflix 电影都还蛮难看的，然后加上我又对台剧很失望，然后结果这部剧竟然是这2个组合，就是我觉得算是 Netflix 好看电影，而且竟然是台湾拍的，所以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加分。那我觉得如果你连假有空的话呢，就是2个小时的时间并不长，然后可以跟就是家人朋友一起看这部剧还不错。接下来要跟你们分享的呢是 Wednesday 星期三。那这部影集其实已经红一阵子了，大概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吧，因为那时候我太多剧要追了，所以我还来不及看这部，所以我最近才刚开始看。但是呢，老实说，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对这种阿达一族这个系列的影集好像没有特别有印象或者特别喜欢。所以我在看的时候呢，因为我可能现在才看前面嘛，我还没有真的进入到故事的主轴，我还没有觉得到超级好看。那我给的分数可能就可以先当一个参考。那这部剧呢，就是推理、超自然跟解谜的综合体。剧情呢，主要是在讲述 Wednesday， 她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一个小女孩。她在5年之间呢，转了8所学校，因为她觉得她自己没有办法 fit in。那故事就是描述她最后转到了这个学校，然后她在这个学校怎么样化为就是侦探少女。那因为他有通灵的能力，所以整个故事就是在讲述他是怎么解开这些很灵异的谜团。那除了小镇命案之外呢，他也会解开一个跟他爸爸妈妈有关的谜团。那我刚刚有讲到说，我目前好像只看到前2、3集，然后因为我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剧同时在追，
所以目前的话呢，我会给这部影集7分。那如果之后看完了，可能会对它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可能分数会往上加，甚至扣分。那我可能会在下一支的影片再跟你们分享。那我自己到目前为止，我还蛮喜欢他跟他室友相处的样子，我觉得还蛮好笑，因为他室友就是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所以他们2个人讲话，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但其他部分，我就目前还没有很深刻的感受。我觉得我一直在找寻那个好看的点，我还没有找到，可能就是因为我还没有看很多集。那如果你是很喜欢这类型，比如说超自然，然后解谜的影集的话呢，就非常推荐这部给你。那接下来要跟你们分享的呢，是一部韩剧，叫做《Crash Course in Romance》。浪漫速成版这部好像最近还蛮红的，我其实就是直接在 Netflix 上转一转就开始看了。那主要是因为那个男主角是之前演那个《机智医生生活》的其中一个男生，所以我就想说我来看一下大家好不好看。没想到一看之后呢，就开始狂追。那他故事背景呢是竞争很激烈的大学入学考试所以男主角呢就是一个补教界的名师，他教数学的。然后女主角呢是一个小菜店的老板，然后他本来是那个手球的国手，那后来因为某些因素没有继续打球，所以他就是变成小吃店的老板。然后那个小吃店的老板有一个女儿，就是女儿就是刚好要考大学，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就跟那个补教界名师擦出了一段火花。我自己觉得这部剧的剧情其实还蛮无聊的啦，其实不是什么好特别的剧情，可是它就有一种魔力，会让你一直想看下去。那我觉得中间有一些也还蛮好笑的，算是一个蛮轻松的影集，我自己会给它7.5分。第一个就是我觉得那个他们在刻画那个考试，然后学生之间竞争的时候，就让我想起就是小时候那种压力很大的时候，然后念书也是会跟同学比较，毕竟我就是一个很不想输的人，所以我觉得好像还蛮有感觉。然后又同时回到就是原来想起以前就考试压力真的好大就是大家都要去补习啊干嘛的。然后呢，这剧情还蛮特别的地方就是好像看似是一个爱情浪漫的喜剧，可是它里面还有一些悬疑的部分。虽然说我觉得是有一些莫名其妙跟突兀，可是又让这部剧就是增添了一点点你可能想看下去的理由跟原因，不然你可能就是会觉得好无聊，怎么从头到尾就是在那边爱来爱去而已。那我觉得我没有给这部影集到超级高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觉得男女主角给我视觉感觉年龄差距太大了。就是他们剧中的年纪应该是差不多，没有差很多，可是他们在戏外应该有差10岁以上，所以我觉得他们2个人就是的火花没有让我觉得，应该说就很没有 CP 感就是他们2个站起来不会让我觉得看到他们就觉得好幸福好开心，这样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搭。但是呢，那个女主角的女儿就是在考大学的那个女儿，她长得超漂亮，我超喜欢，我觉得她气质非常非常出众。如果你有看的话，你就知道我在讲谁。那再来我要跟你们分享的呢是 Harry and Meghan 这部剧，是讲哈利王子跟他老婆梅根的故事。他们刚结婚的时候，新闻闹得沸沸扬扬嘛，然后我就想说来看一下这部影集到底在讲什么。那它总共6集，然后每一集大概是1小时左右，算是迷你的 documentary。我才渐渐开始大概知道这部影集在讲什么，然后前面3集可能就是在讲说他们是怎么认识啊、相处的经过到结婚，然后后面应该会刻画比较多，就是他们的立场啊，他们觉得就是媒体怎么样报道他们之类的。那这部剧还蛮特别的，因为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它上映，就是造成一个很大的轰动嘛，因为等于是从他们的视角去讲一些之前发生的事情，那可能之前媒体报道都是以皇室的角度。然后Wednesday 呢，我印象中那时候好像就是一直都是排行榜冠军，但是这部剧呢有在某一个礼拜的时候超越 Wednesday。也听到很多人骂这部影集，可是很明显就是你会发现，其实虽然大家在骂，可是同时又很想看。我觉得这就是人性吧，就是你有时候觉得怎样怎样，可是你最后还是忍不住把一些东西都看完。那主要的剧情就是从 Harry 跟 Meghan 的角度，然后可能去解释说他们当时为什么决定要退出皇室，然后回溯他们在婚前婚后遭到很多不平等的待遇。我还蛮推荐大家看这部影集的啦，我觉得不带立场化，纯粹去了解一个事件发生的经过，从不同角度的话，我觉得还不错。而且全部都只有6集，所以也不会太多集让你觉得很难追。我看到目前为止呢，我觉得并不会让你觉得有选边站的感觉，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这样觉得。但是我觉得会让你用更多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就像我前面刚刚讲的，有时候你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相，也许我现在看到这些影集跟我讲的事情也不一定是真相，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要保持一个很客观的立场去看待每一件事。这算是我最近看的几部影集跟电影给我比较深的体悟吧。那我自己小小的 opinion 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典型不是门当户对的例子。
当然大家讲门当户对，就是包含了你的价值观啊、生活背景等等。那他们很明显就是生活背景非常非常不一样，因为你从小在王室长大。如果你有看 The Crown 的话呢，你就可以比较容易 relate， 就是我在讲的。我觉得在王室里面生活呢，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那我觉得如果你对这个故事他们为什么会脱离王室很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利用连假来追这部影集。最后一部呢，要跟你们推荐的呢是 Mr. Queen， 是哲人皇后。这部影集呢，之前不在 Netflix 上，它是2020的影集，但它最近上 Netflix 了。我是在还没上 Netflix 之前就看完，然后我最近突然看到想说，这什么剧啊？这个我之前看过，可完全想不起来。然后发现原来是哲人皇后，然后超开心它上 Netflix 了。所以如果你还没看的话，这部剧我觉得你一定要看。我会给这部剧9分，因为我觉得它是我近期以来看过，它是数1数2好看的韩剧。那它故事在讲说，生活在现代的一个青瓦台厨师，男主角，他因为一场意外，然后灵魂穿越到古代，就是交换灵魂概念，灵魂附在那个中殿娘娘身上，所以变成他是本来是男的，可是他现在就是在他的肉体是一个女生这样子。然后又是生在古代，那故事就是在描述他在这个身体里面是怎么样跟当时的皇上哲宗就是谈恋爱啊，然后他们之间所发展的一些很有趣的故事。他是男生，然后附身在女生身上，然后可能有一些，然后再加上时代背景的不同，所以他讲述的一些话都超级无敌好笑，或者他心里的 OS， 我自己还蛮喜欢的。那我觉得那个女生的演技非常非常的好，就是虽然说她有一些就是动作很夸张，就是她要诠释那个男生的灵魂的时候，那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反差会让这部剧非常有趣跟好笑。然后那个男主角哲宗就是那个皇上是。之前《爱的迫降》的男二，所以我觉得韩剧真的很厉害，就是可以把一个你可能本来觉得还好的人，然后因为他演了一部剧，然后因为剧情的关系美化，你就会觉得这个人超级帅。然后虽然说这部剧是一个比较诙谐搞笑的，可是里面还是有那种古装剧的成分，比如说宫斗啊，所以你就会觉得。整个剧情是非常丰富，然后很好看。就是我觉得配角演得也非常好，我最喜欢那个崔尚宫，就是他们的角色不会到让你觉得喧宾夺主，可是你会觉得他的存在真的很重要，会让你觉得为整部戏加分很多。那他好像有番外篇，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没有看过，可是我最近想要再重新看一下，因为我觉得这部剧实在是太好看了。那如果你连假真的不知道看什么话呢，我第一部我绝对推哲人皇后，因为我觉得它非常轻松好笑，然后所有人都大推这部剧。以上就是今天的影集推荐跟分享。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那如果你想要获得 Anna Luisa 的耳环的话呢，抽奖的办法呢，就是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今天影集推荐里面最高分的剧是哪一部剧，然后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些你自己的心得。然后抽奖时间就是到2月28号。结束，所以3月1号的时候呢，我会在留言底下告诉你们谁抽中，然后我再把耳环寄给你们。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啦，大家拜拜，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喽。